就在伊核协议取得进展的同时，美国的盟友却不干了。就在美国下狠手安抚盟友的同时，没想到反击也说来就来了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评股，我是一评股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，为安抚以色列，拜登命令美军下狠手，不料首枚导弹直扑美军基地。一直以来，中东的局势都是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。在这里，巴以冲突、伊朗核问题以及美国盟友与伊朗之间的矛盾等等，都让中东地区的稳定成为了奢望。就在最近，发生了一件值得全世界欣慰的事情，就是悬而未决的伊朗核协议谈判终于取得了进展。这意味着威胁中东安全的这不稳定的问题，终于迎来解决的一线希望。或许也正因为如此，对于美国的中东盟友来说，这是不可接受的。他们不想看到美伊达成一致的场面，在他们看来，美国就应该毫无保留地帮助他们打压伊朗。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总理旗帜鲜明的表态反对伊核协议，以及为了阻止伊核协议的进展，沙特扬言要削减原油产量。这时候的美国就像是风箱里的老鼠，两头受罪，一边是自己的盟友，另一边是可以为自己带来巨大利益的伊朗。在面临艰难选择的情况下，拜登另辟蹊径，空袭叙利亚。用拜登自己的话来说，美军空袭的是与伊朗有关的基础设施与武装人员。拜登这样做有两个用意：第一个用意，安抚自己的盟友，比如以色列和沙特。这场空袭表明了美国的一个态度，5个字：一码是一码。虽然与伊朗就伊核协议进行谈判，但在这个问题之外，美国还是会坚决反对伊朗的。该对伊朗做的事情，美国一点儿也不会落下。第二个用意，避免与伊朗就伊核协议彻底撕破脸皮。对于美国而言，如果伊核协议达成的话，这对于美国来说都是利大于弊的。首先，伊朗原油的大量供应将缓解目前紧张的国际石油市场，这对于缓解美国国内的通胀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。其次，美伊达成一致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俄罗斯的一次打击。因此，美国没有直接选择打击伊朗，就是为了给双方留一点回旋的余地，不至于让谈判破裂。美国这两个用意可以说用心良苦，但让美国没有想到的是，拜登命令美军下狠手，而遭到了反击，说来就来。就在美军空袭过后不到48小时，美军驻叙利亚的基地就遭遇到导弹袭击，而这次袭击者就是亲伊朗的武装组织。从目前的态势来看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以色列想要让美国放弃伊核协议的谈判成果，可能性几乎为零。以色列要明白，在利益面前，贪婪的美国不会听从任何国家。而对于伊朗来说，既然美国都留有余地了，本着不让代理人战争白打的原则，现在要做的就是催促美国尽快达成协议了。好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，谢谢你的关注。